平遥以商业闻名，但在它的边缘还有另一种时间，这里没有被整理成景观，也没有被彻底遗忘，它停留在一种介于存在与消失之间的状态。南羌村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，但它的存在与平遥密切相关。城市的繁荣往往建立在这些村落之上。它不是边缘，而是基础。所谓窑洞，本质是一种以土体为结构的建筑。传统方式是向地下开挖，而在这里，人们没有挖掘土地，而是用夯土与拱券结构，在地面上做出了像洞里一样的空间。拱形并不是一种装饰，它来源于材料本身的性质。土只能承受压力，却无法抵抗拉力。因此，空间被组织成连续的受压结构。这是材料对形式的决定。这里的环境并不温和，昼夜温差大，空气干燥，厚重的土墙具有明显的热惰性。它延缓温度变化，让空间保持稳定。人没有改变自然，只是学会顺着它生活。在这样的空间中，
人与环境的关系被改变。房子不只是居住的工具，它更像是一种与自然达成的妥协。人放弃一部分的控制，换取长期的稳定。这里的建筑并不是一次完成的，它在使用中被不断修补。墙体上的痕迹记录着不同时间的叠加。建筑在这里更接近一种时间的沉积。有些房屋仍然被使用，有些则逐渐空置。它们没有被保护，也没有被拆除，只是被慢慢遗忘。当人离开之后，空间并没有停止被使用。一些废弃的房屋被改作饲养牲畜的场所。建筑的功能发生了改变，但它的结构仍然在工作。这些空间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。在村落之外，仍然可以看到另一种生活。老人带着羊群，在黄土高原的沟谷之间行走。这种方式与这里的建筑一样，简单、缓慢，几乎没有被改变。它不属于过去，而是一种仍在延续的现实。在平遥，历史被整理、被展示，成为可以被消费的资源。而在这里，
历史仍然以原本的方式存在，它没有被解释，也没有被包装。当我们谈论传统时，往往指向被保护的部分，但更多的传统并没有进入保护体系，它们存在于这样的地方：有些空间被遗弃，有些被重新使用，有些生活正在消失，但也有一些仍然在继续。南羌村不是平遥的边缘，它是平遥得以存在的基础。